老公的白月光死了，在火化那天，为了惩罚我，他逼我进入他白月光隔壁的火化炉。他口口声声说要惩罚我，让我亲身体验死亡的恐惧，为过失忏悔。当我进去后，原本低温的炉子瞬间被人调高。我死后多天，老公才恍然想起我，他怒问：“他人呢？怎么不见他？还在赌气吗？”别人冷漠地指着一个骨灰盒：“哦，你老婆在那里。”阿莫，关于秦玉燕的事情，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别这样对待我，好吗？我恳求地说道。但是他却是重重地对我呸了一声：“闭嘴！你还要继续狡辩吗？你就是导致玉燕去世的凶手之一。她不仅仅是我的初恋，同样也是与你的好闺蜜。可是你竟然忍心对她下手，你怎么这么恶毒？你究竟进不进去？”他指着炉口，对我又是骂又是威胁，最终还让我进去隔壁炉陪他初恋情人。不，我绝对不会进去。我死命地摇了摇头，他却说出更冷酷的话：“那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那么就让你资助的孤儿院被摧毁吧。那些从小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将会流落街头，在寒冬中饥饿受冻，让流浪狗撕咬而死。”此刻，他的脸因极端的仇恨而扭曲。我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最终我只能选择屈服。眼前的阿莫早已不是我认识的丈夫，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任何残忍的事情在他看来都变得不再有界限。好吧，我进去就是了。为了孩子们，我含着眼泪勉强点头同意了，慢慢地爬进了高温炉里。随着门缓缓关闭，我立刻被黑暗所包围，与此同时，温度也在逐渐升高。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这根本不是什么惩罚，而是精心设计好的谋杀。而我在高温下化成了灰，灵魂徘徊不去。正当我以灵魂状态想要寻找阿莫的身影时，却意外地发现，应该已经死去的秦玉燕正站在那里与工作人员说话。工作人员手中还握着一个大红包。秦玉燕说：“干得不错。”我瞬间明白了整件事情的真相，幕后真正的操控者竟然是秦玉燕自己。回到家中，我的灵魂目睹了一切。阿莫对着秦玉燕的骨灰盒痛哭流涕，那份深情与对我恨之入骨的对比，让人心寒。玉燕，我好想你，没了你，我该如何是好？这个世界太冷，太寂寞了，都是吴依然这个贱人，因为嫉妒害了你。我本想让他也化为灰烬，给你赔罪的。就在这时，死去的秦玉燕出现在门口。阿莫，我还活着，我不舍得你，我怕死了就不能再陪你了，所以我没死成。阿莫喜极而泣，他们紧紧相拥，不顾一切的拥吻。看着他们，我的心像被针扎般疼痛。为什么善良的人的饱受磨难，而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小人却能享受幸福？这世界真是讽刺至极。我自从嫁给李子墨后，本以为是找到了避风港，谁知道却是把自己推进了深渊。他们李家把我当作免费的佣人使唤，日出就得起，夜深人静了还不能眠，吃的还不如猪食，做的活比老黄牛还辛苦。结果，漂亮的秦玉燕却看上了阿莫。秦玉燕不仅貌美如花，还是有钱人家的女孩，追她的人排长队，她却偏偏喜欢阿莫。阿莫生日那天庆祝过后，她醉了，在回家的路上，几个小混混盯上了她，是我豁出去救了她，自己背上了8道伤口，差点小命不保。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才醒来，可一睁眼，世界变了。秦玉燕成了阿莫的救命恩人。本来当年阿莫要跟我离婚，娶秦玉燕报恩，结果秦家遭遇经济危机，秦玉燕在这个节骨眼跑了，没留下半句话，人间蒸发。阿莫从云端跌落，成了众人的谈资。是我一直对他不离不弃，别人锦上添花，我选择雪中送炭。真正的感情是在对方落魄时不离不弃。后来我全身心投入到李家的公司，努力奋斗，终于李家公司一路向上。然而秦玉燕又回来了，
厚颜无耻地想旧情复燃。他说失去记忆，现在想起了所有，哭着喊着说离不开阿莫，指责我趁虚而入。婆婆公公自然站他那边，帮着他诋毁我，骂我。阿莫也开始对我渐行渐远。自从秦玉燕回归，我们的婚姻形同虚设，我们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妻。秦玉燕还编造什么相思病的戏码，说见不到阿莫就生不如死。阿莫常常半夜被他的电话惊醒，然后赶去安慰。我告诉他，这些都是演技，从失忆到相思病，全是秦玉燕的剧本。可阿莫每次都狠狠反驳，说我不知感恩，说我是卑鄙无耻之人。他信了秦玉燕的话，认为秦玉燕是因为失忆才离开他的。我怒火中烧，满腹委屈。阿莫，当年救你的人是我，不是秦玉燕。你看看我身上的疤痕。我解开衣衫，想展示那些伤疤，想掏心掏肺的证明，但他只是冷笑一声，说我满口谎言，说我从小就不学好。就在前几天的那个夜晚，阿莫睡熟了，手机一落在浴室里，秦玉燕又打来电话抱怨。我一怒之下，直接关了手机。第二天早晨，阿莫听说秦玉燕自杀了，尸体摔得四分五裂，面容模糊难辨。阿莫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他说是因为我没接那个电话，才把秦玉燕逼上了绝路。所以在秦玉燕的葬礼上，他硬是要我跟着一起进火化炉，陪他火化了事，再回到眼前。哎，你知道那天想寻短见时，旁边还有一个准备自杀的吗？是被家暴的倒霉蛋。秦玉燕解释道。阿莫狠狠地骂了一句，没有注意到秦玉燕眼中的算计。我站在一旁，心里明镜似的。对了，嫂子怎么样了？秦玉燕故作关心地问。锁在火化炉里好好反省呢。阿莫漫不经心地答道。啊，这怎么行？那里得多恐怖啊！赶紧让依然出来吧。秦玉燕继续演戏。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就不关他那么久了。哼，看他这次出来还敢不敢随便吃醋。说完，他就拨通了火葬场的电话，让吴依然回来吧。1个小时后，一个简陋的骨灰盒送到了家里。阿莫愣住了，结巴着问：这是什么？这是您妻子的骨灰。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回答。我飘在半空中，认出他正是那个收了秦玉燕好处的工作人员，私下将温度调到了最高。骨灰？你说吴依然死了？阿莫脸上写满了惊恐与难以置信。我不是说设成45度吗？怎么会死？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这是我首次见到阿莫如此失魂落魄，即便是在秦玉燕逃跑时，他也没显得如此失控。哎，原定是45度没错，但系统出了故障，您妻子哪能受得了？也只能这样了，节哀顺变吧。工作人员嘴上说着安慰的话，眼里却难掩得意之色。毕竟他从秦玉燕那里得到了100万的贿赂，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一条人命根本不值一提。那你们为什么不开门把吴依然救出来？是你们害死了我的妻子，你们这群杀人犯！阿莫如同发疯一般，揪住工作人员的衣领尖叫。工作人员瞪大了眼睛，反驳道：这位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谁坚持要把活人推入炉的？是你呀！一旦启动，根本无法中途停下来，不烧成灰，门是绝对打不开的。如果你不服，可以报警啊，看看警察怎么说。工作人员有恃无恐，他认为阿莫不敢报警，毕竟强迫我进入炉的就是他，通过贿赂达成目的，这是违法的，一旦东窗事发，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因此，工作人员才敢暗中收取秦玉燕的钱，因为他确信我只能悄无声息地消失，不会有人追究。他赌赢了。面对质疑，阿莫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松开紧抓的衣领，瘫坐在地上，掩面痛哭。吴依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我只是想给你个教训。谁让你老是吃醋？你别怪我好吗？我真的不是真心想让你死的。虽然没娶秦玉燕让我有些遗憾，
但我后来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工作人员和秦玉燕交换了一个眼神，离开了。我漂浮在半空，朝着地上崩溃哭泣的丈夫狠狠啐了一口，只是阴阳两隔，我的唾沫如何也触及不到他。阿莫，你有什么资格哭泣？秦玉燕固然是背后的主谋，但你阿莫也是共犯。人往往只有死亡的那一刻，才能彻底觉醒，才会真正为自己生前的行为感到悔恨。我现在极其后悔，竟然爱上了一个如阿莫这般无情无义的男人。他总是指责我忘恩负义，事实上，他才是那个最不懂感激的人，试图温暖一颗永远冷酷的心，不过是自讨苦吃，一厢情愿，自取其辱罢了。至于他说没和秦玉燕有实质关系，简直是笑话。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终究不过是一场幻梦，而我已在这场梦里醒了。阿莫还在伤心，旁边的秦玉燕见状，也开始了她虚伪的表演，勉强挤出几滴泪来。呜呜，嫂子，你走得真是太惨了。她边装哭边安慰阿莫，声音里却没有一丝真诚。阿莫，别太难过了，这真的只是一场意外，谁也不想这样的。从秦玉燕口中说出这样的话，非但没有安慰效果，反而让阿莫心中更添了几分苦涩。秦玉燕，你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那么一点人性吗？我能不伤心吗？阿莫前所未有的怒火直指秦玉燕，情绪彻底爆发。现在想想，吴依然才是对我最好的人，没有他，我乃至整个李家早就完了。吴依然是我们李家的大恩人，他是我的白月光，他才是值得我倾心相待的人，哪像你，关键时刻总是靠不住，让人失望。阿莫越说越气，猛然间扬手，啪的一声，狠狠甩了秦玉燕一巴掌。如果不是你搞出自杀那种破事，我心爱的人根本就不会死。我死了，他才念起我的好吗？可我记得，活着的时候，阿莫可不是这样对我的。当初他说的是，吴依然，我们家公司能起来，靠的是市场回暖，靠的是李家多年积累的人脉，靠的是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哪里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别厚颜无耻地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行不行？我心中最爱的永远是阿燕。秦玉燕捂着被扇的脸，目光中闪着怨毒，转瞬又换上了无辜的模样。阿莫，那天我真的是想自杀，没有半点虚假。呜呜呜，你真的想让我去死吗？只要你说一句，我现在就去。他又开始玩弄那套欲擒故纵的手段。然而这次，阿莫已不再上当。他擦了擦满脸的泪水与鼻涕，语气坚决：你要死就去死吧，我没时间陪你演戏，我要去自首，哪怕因此我要坐牢，我也不畏惧。也许那会让我的良心稍微得到一些慰藉。他甚至顾不上穿鞋，踉踉跄跄便要出门自首。而秦玉燕的眼神里，狠毒再也无法掩饰。他知道，一旦警方介入，自己的末日也将来临。于是，他从袖中抽出一把匕首，恶狠狠地朝阿莫背后刺去。我在空中无力地漂浮，冷冷看着秦玉燕欲对阿莫下手。眼看我曾深爱的男人即将命丧黄泉，血洒当场，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我所说的一切，阿莫都无法听见。即使能发出警告，我也不愿开口，只像个局外人一般冷眼旁观。为了爱情而死，你可曾后悔？我倒在了阿莫的手里，而阿莫也将死于秦玉燕之手。我们都倒在了最在意之人背后的一刀之下。这何尝不是一种因果循环呢？但令我惊讶的是，在秦玉燕的刀尖即将触及阿莫后背之时，门突然被撞开，闯入了两人。别哭了，吴依然没死。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让一切骤然停止，连同我也感到震惊不已。我没死，进来的是我的婆婆公公。公公的眼神示意秦玉燕收起刀。什么没死？他的骨灰都摆在这里了。阿莫指着那个简陋的骨灰盒，与他曾想买的那尊白玉骨灰盒天差地别。哎，我们也是听说吴依然去世了，
所以很难过的赶过来处理后事。可在半路，我们遇到了吴依然，他活得好好的，说是花钱买通了工作人员，故意装死来吓唬你的。依然说他已经受够你了，想要自由，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公公编织着谎言，婆婆也在一旁附和。对，我也看到了，我还劝他回家，但他说是恨透了你，这辈子再也不想见你。我猜他装死，肯定是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我以前就见他和不少男人关系暧昧。秦玉燕也趁机跳出来，一起往我身上泼脏水。没错，阿莫，其实我一直怀疑，那次我的意外失忆，也是吴依然背后捣的鬼。他就是想除掉我，独占你。他们一唱一和，对我进行恶意抹黑，但那些言辞荒诞不经，逻辑漏洞百出。比如，他们是如何得知我所谓的死亡消息？又是谁透露给他们的？我和阿莫结婚这么久，我的为人难道他还不清楚？我的异性朋友寥寥无几，阿莫根本没有多想，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一切。或许在他内心深处，隐隐期盼着我没离开人世，这样他就能卸下那份愧疚的重担。于是，即便面对着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他也全盘接受了。随后，愤怒如火山般爆发：“吴依然，你居然敢欺骗我！等我抓到你，看你怎么收场！”喊完，他转向秦玉燕，满眼歉意地说：“阿燕，真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火。你的脸还疼吗？”阿莫伸手轻柔地抚摸着秦玉燕的脸庞，还小心翼翼地吹了吹，满是温柔：“没事的，无论你怎样，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秦玉燕紧握住阿莫的手，目光中爱意满满。那夜，阿莫早早地进入了梦乡，而婆婆公公则与秦玉燕密谋着他们的阴谋。我冷眼旁观，婆婆公公心中也有着他们的盘算，编造秦玉燕失忆的故事，让她装作因思念阿莫而缠绵病榻。这仅仅是他们计划的开端。除去我，让秦玉燕取而代之，才是他们真正的心愿。特别是近来，秦玉燕挥霍无度，耗尽了所有的积蓄，甚至负债累累，债务如山压顶，夺财害命的野心日益膨胀。因此，便有了秦玉燕假死的这一出戏。那个死去的人是与秦玉燕臭味相投的所谓朋友，他们在投资美容院失败后身无分文。他邀秦玉燕一同跳楼，他纵身一跃，而秦玉燕却未动半步。秦玉燕反而借此机会利用他友人的遗体做起了手脚，最终在真真假假的迷雾中，借由阿莫的力量，并通过贿赂相关人员，联手将我推入了绝境。为了解决我，真是不遗余力，甚至卖了房子车子，凑出了那贿赂所需的100万。现在吴依然那个贱人没了，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你进门了。婆婆得意地笑说：“秦玉燕，你怎能如此沉不住气？如果不是我和你妈及时赶到，你是不是真要把阿莫给杀了？”秦玉燕懊恼不已：“哎，当时我也害怕他会去自首，这才乱了分寸。还是您高明，想出吴依然假死私奔的借口，才顺利蒙混过关。”接下来的日子里，阿莫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他夜夜噩梦缠身，总是梦见一些诡异恐怖的场景，半夜尖叫着惊醒，浑身湿透。是我入梦吓他了吗？老实说，我也曾想过要报复仇人，就像恐怖电影里那样，使用一些超自然的手段。但我的死亡经历告诉我，电影里的那些都是虚构的。人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对现实世界没有丝毫影响力，不能索命，不能入梦，甚至连制造些幽灵之火或发出诡异声响都做不到。所以，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样的话，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实际上无法做到。那么，阿莫为何会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噩梦呢？又因噩梦的折磨，食不甘味，日益消瘦。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怪之说。所谓的鬼怪，其实不过是人们心中对于逝去灵魂的恐惧。实际上，灵魂并不可怕，真正让人内心无法宁静的，是那些邪恶之人的恶念，以及他们曾经做下的种种罪行。
就如同幽灵一般紧紧跟随，令他们永远不能解脱。就像阿莫一样，在嘴上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我有所亏欠，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背叛了我，了解自己道德上的瑕疵与过失。正是因为这样的内疚感，让他逐渐陷入了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而这恰恰落入了秦玉燕的设计之中。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公司里的大部分事务都是由我亲自处理的，而阿莫通常只需最后签字确认即可，从不过问具体运营细节。但当我离开之后，公司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支柱。此时此刻，秦玉燕顺势接手掌控大局，不断地夸耀着自己的才能有多么超越常人，并信誓旦旦地说，在他领导之下，公司业绩定能节节高升。就这样，在毫无怀疑的情况下，阿莫选择了相信他的承诺。现在吴依然那个贱人没了，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你进门了。婆婆得意地笑说：“秦玉燕，你怎能如此沉不住气？如果不是我和你妈及时赶到，你是不是真要把阿莫给杀了？”秦玉燕懊恼不已。哎，当时我也害怕他会去自首，这才乱了分寸。还是您高明，想出吴依然假死私奔的借口，才顺利蒙混过关。接下来的日子里，阿莫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他夜夜噩梦缠身，总是梦见一些诡异恐怖的场景，半夜尖叫着惊醒，浑身湿透。是我入梦吓他了吗？老实说，我也曾想过要报复仇人，就像恐怖电影里那样，使用一些超自然的手段。但我的死亡经历告诉我，电影里的那些都是虚构的。人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对现实世界没有丝毫影响力，不能索命，不能入梦，甚至连制造些幽灵之火或发出诡异声响都做不到。所以，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样的话，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实际上无法做到。那么，阿莫为何会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噩梦呢？又因噩梦的折磨，食不甘味，日益消瘦。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怪之说。所谓的鬼怪，其实不过是人们心中对于失去灵魂的恐惧。实际上，灵魂并不可怕，真正让人内心无法宁静的，是那些邪恶之人的恶念，以及他们曾经做下的种种罪行，就如同幽灵一般紧紧跟随，令他们永远不能解脱。就像阿莫一样，在嘴上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我有所亏欠，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背叛了我，了解自己道德上的瑕疵与过失。正是因为这样的内疚感，让他逐渐陷入了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而这恰恰落入了秦玉燕的设计之中。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公司里的大部分事务都是由我亲自处理的，而阿莫通常只需最后签字确认即可，从不过问具体运营细节。但当我离开之后，公司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支柱。此时此刻，秦玉燕顺势接手掌控大局，不断地夸耀着自己的才能有多么超越常人，并信誓旦旦地说，在他领导之下，公司业绩定能节节高升。就这样，在毫无怀疑的情况下，阿莫选择了相信他的承诺。当秦玉燕正式加入到公司管理层时，他的首要行动便直接瞄准了我的个人空间，打开了我的办公室大门。接下来就是一系列针对我个人信誉度进行恶意诽谤的行为，使用换脸软件伪造出许多虚假影像资料，声称那是与其他男人在一起的画面，而且全部都来源于我私藏于电脑隐蔽位置的秘密文件。同时，他还通过贿赂手段操控会计人员，编制虚假账目信息来掩盖事实真相，将自己暗中非法转移公司资产，变为公开指责我是一个内外勾结、贪得无厌的小偷。甚至更加荒谬地指出，我之所以会选择逃离，就是因为携带了大量的赃款逃跑。面对这般肆无忌惮且毫无根据指控之时，阿莫内心的怒火如同蓄势待发的火山一样喷涌而出。吴依然，你等着瞧，等我抓到你，一定扒了你的皮！怒火中烧的他，一怒之下
竟将我的骨灰盒狠狠摔在了地上，哐当一声，碎片四散开来，仿佛是破碎的心灵一样，洒落了一地。即便如此，仍不解心头之恨，干脆把所有的骨灰都一股脑儿冲进了马桶。秦玉燕的行径愈发嚣张，她的目光里充满了野心和贪婪，就像一只饥饿的狼盯上了猎物一般。她毫不留情地将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管团队悉数赶出了公司，任何敢于对她独断专行的行径提出质疑的人，都被她无情地踢出了局。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整个公司变得寂静而阴森，公司彻底沦为了他的一言堂。他像一个独裁者，掌控着一切。每天，他呈给阿莫看的财务报告，无一不是精心炮制的谎言，每一个数字，每一句话，都是他精心设计的结果。实质上，他就是公司内部最大的蛀虫，悄无声息地将公司的资金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到了自己在外设立的空壳公司中，无论是通过转账还是假发票，他总是能巧妙地掩盖真相。转移不了的，他就抵押或者低价变卖。这种行为让公司的资产不断缩水，最终只会导致企业的破产。李家企业的再次破产危机已经近在眼前，而阿莫却像被蒙上双眼的羔羊，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为公司每日都能捞金无数。他的笑容里充满了无知和天真。事实证明，没了吴依然那个负心女人，我反而过得更加自在逍遥。阿莫咬牙切齿地说着，真的相信是我伤害了他。他的脸上满是痛苦和怨恨，我内心对他那份不谙世事的愚钝感到有些好笑。然而，这笑容背后藏着的却是深深的无力感。同时，我又为李家企业的命运深感痛心，毕竟那也是我倾注心血的地方，如今却面临着崩溃的命运。眼见他即将分崩离析，我的心里像被重锤击中一般。那些共事多年的同事，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曾经为了这家公司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一切都是出于对阿莫的爱慕。然而，如今一切都被毁了。几天后，正在家中的阿莫接到了来自远方的电话：“阿莫，公司是不是出问题了？”电话那头，李爷爷的声音满是忧虑：“没有啊，一切都很顺利的。”阿莫依然蒙在鼓里。那为什么那么多供应商找上门来，说我们欠款未还？还有银行说我们承诺的贷款还款根本没有到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爷爷连珠炮似的问题让阿莫愣住了。我去查查看。他匆忙挂断电话，赶往公司，却发现曾经繁荣昌盛的企业如今死寂一片，大门紧闭，贴上了封条。原来公司已经被秦玉燕宣告破产。当阿莫尝试联系秦玉燕时，发现自己的号码已被屏蔽。这一次，阿莫彻底傻眼了。回到别墅，他发现自己连家门都无法踏入。秦玉燕的手段狠辣至极，不仅掏空了公司，更是在最后关头，连阿莫的别墅也一并抵押了出去。曾经的公司总裁，一瞬间，一切化为乌有。对阿莫，这或许是一种咎由自取，但对那些无辜失业的同事们而言，却是无妄之灾。幸好，我为出国的李爷爷、李奶奶设立了信托基金，至少他们晚年的安稳有了保障，这也成了我唯一的慰藉。阿莫近乎疯狂地四处寻找秦玉燕，然而秦玉燕本人如人间蒸发，杳无音信。李家的破产风波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世人总是趋炎附势，墙倒众人推。顺境时，周围不乏阿谀奉承之辈；而逆境时，更多则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嘴脸。哪怕是素不相识之人，也会迫不及待踏上一脚。人性的丑陋暴露无遗，尤其对阿莫这样的来说，他曾拥有财富、美貌、深情而厉害的妻子，这让多少人暗生嫉妒。因此，他一旦落难，承受的嘲笑、讥讽和侮辱便更加刻薄。阿莫的生活陷入了绝境，所有财产被冻结，
他身无分文，夜晚只能栖身公园长椅。虽然他可以选择投奔国外的李爷爷、李奶奶，但内心的愧疚让他难以面对。他一心只想找到秦玉燕，讨回公道。皇天不负苦心人，他还真就找到了。秦玉燕正与一群小鲜肉在夜店举办着一场声色犬马的派对，现场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他左拥右抱，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直到一杯红酒猛然间朝他脸上泼去。秦玉燕，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阿莫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几乎是咆哮着问。他内心满是憋屈和愤怒。你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失忆了，懂吗？秦玉燕无辜地说。你的失忆不过是一场拙劣的表演，还有你那所谓的相思病也是假的。这次阿莫似乎恍然大悟，秦玉燕笑得张狂，哈哈，终于醒悟过来了吧？没错，一切都是我演的戏码。我逃走，只是不想被你们家族拖垮。我没有为爱痴狂，只是眼红吴依然的好运，想要取而代之。至于你吗？我从未爱过你，我在乎的只是你的钱，听清楚了吗？愚蠢的男人，现在我钱有了，什么样的男人得不到，又怎会稀罕你这样的二手货？秦玉燕的话语一刀刀割碎了阿莫的尊严，他不仅在经济上输了，连人格也被彻底践踏。我跟你拼了！阿莫猛地扑向秦玉燕，却瞬间被他身旁的几个手下制服。他们拽着他的头发，扇着耳光。阿莫遍体鳞伤，最终被丢弃在夜店后的垃圾堆中，雨如倾盆。他趴在地上，污水四溢，痛哭失声。老婆，吴依然，你在哪里？快回来吧！我被人欺负了，被秦玉燕那个贱人骗了，现在只剩下你了。回来吧，好吗？我错了，我爱你。我现在知道那些指责都是秦玉燕污蔑你的，你不可能出轨，更不会背叛。还有，你说那次救我的是你，当时我不信，但现在我信了。呜呜呜，你藏起来是因为生气了吗？我好后悔，你打我骂我都行，就是别不理我。他哭得肝肠寸断，而我冷眼旁观，心如止水，现在才后悔。我嗤之以鼻，迟来的深情比杂草还不如。他在悲痛的泪水中沉沦。这垃圾堆紧挨着夜店，周围充斥着酒吧的喧嚣。一名醉汉从一旁的酒吧踉跄而出，走向垃圾堆，解开裤链小便。脏水溅了阿莫一身一脸。曾经洁癖的他，此时已顾不上这些杂乱的环境、污垢、灰尘、异味，一切都无所谓了，因为他认出了那个醉鬼。正是那个在监狱中工作的家伙。现在的工作人员身着名牌西装，脖子上晃动着耀眼的金链，一副暴发户的姿态尽显无疑。我妻子呢？你把她怎么了？阿莫激动地从地上爬起，紧紧抓住工作人员的手腕追问。他至今还以为我还活着，以为我藏在哪里，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等着他来找我，还以为是我贿赂工作人员一起演戏，制造出一个假象，让他相信我已经离开这里了。工作人员眯着眼，仔细辨认了好一会儿，才终于认出面前的人就是阿莫。酒精已经让他完全失去自制力。嘿嘿，工作人员发出了一阵怪异的笑声。你妻子死了呗，化成灰了。哈哈哈，是你自己逼他的。阿莫的表情扭曲到了极点，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满是痛苦。你不是收了钱，放他走了吗？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几乎是哀求般的问。工作人员依旧笑得狰狞，完全没有同情心。送走了，装盒子里送的。他语无伦次地说道，然后突然眼前一亮，因为秦玉燕也从最大的夜店中走出来，她身边簇拥着一群年轻帅气的小鲜肉，朝向他的豪华跑车走去。工作人员一把推开阿莫，摇摇晃晃地向秦玉燕跑去，显然是想要讨好他。加钱，100万花完了，我帮你弄死一个活人，就这点钱，当打发叫花子呢？这话清晰地钻入阿莫的耳朵。阿莫整个人愣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宛如雕塑一般。
死了，真的没了。阿莫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也在颤抖。滚开！秦玉燕一脚踹倒工作人员，正欲上车，她的语气冰冷无情，丝毫不顾及这个男人的狼狈。秦玉燕，是你杀了吴依然！阿莫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声音嘶哑而绝望。阿莫的头发凌乱不堪，身上沾满了各种垃圾和尿液的混合物。他狼狈地冲到秦玉燕面前，呵，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秦玉燕冷冷地质问道，眼中没有一丝同情或内疚，只有冷漠。这时候装什么好人？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我们是一伙的。秦玉燕保持着从容不迫的姿态上了车，并且在汽车引擎声中消失在视线之外，留给阿莫的，则是无法抑制的绝望情绪。工作人员发出的胡言乱语，钱，钱，我要钱！这些酒气熏天之人，还沉浸在对金钱疯狂追求的状态中，突然腹部被一片碎啤酒瓶贯穿，剧痛使得其清醒瞬间，然后又迅速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我要为我妻子报仇。自从秦玉燕发财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当地最为奢华的一栋别墅，并且连李家那2个无情无义之辈也没怎么在意自家儿子，直接搬迁到了这里共同居住。某个夜晚，整座建筑周围被洒满了汽油，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肆虐开来，所有的紧急疏散路径都被牢牢封锁住。最终，在这场熊熊烈焰之中，婆婆、公公还有秦玉燕3人全部葬身火海，在极度恐惧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让你们体验一下被大火焚烧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当警方好不容易才找到躲在某处阴影里的阿莫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已经彻底疯癫。只见此时的阿莫在城市的街头艰难地打开某个下水道口子，他毫不犹豫地跳进了进去，口中还喃喃自语说是要寻找可能被洪水冲入其中的妻子遗骸吴依然。我来找你了，找你来了。下水道内部到处都是垃圾、粪便以及腐烂的老鼠尸体，这样的场景让任何人都难以接受。面对这样一幅惨状，我只是淡淡的笑了笑，随后便不再逗留此处，转身朝着更加光明的方向走去。至于最后，无论阿莫会被送进监牢，亦或是精神病院，对于我来说其实都不再重要了，因为我将前往一个全新的美好世界。第1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港圈有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港圈大佬在外雷霆手段，毫不手软，但唯独有个软肋，是他捧在心上的小娇妻。他把我护得很好，哪怕只是擦破了一点皮，他都会疯。可10年过去，他却爱上了一个清纯女大学生。他说他只爱我一人，但我知道他骗了我，因为我亲眼看到他带着那个女孩产检，说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和他分开了就娶你。后来他怎么也找不到我，他不知道我死了，就死在了家里的洗衣机里。背叛的人下地狱，可为什么我不是背叛的那个，却下了地狱？洗衣机后面的手机一直响着，我着急地扑上去，却怎么也接不了。哦，我忘了，我已经死了，死了1周了。手机灭了，随即而来的是一条条短信：沈瑜，就算是无理取闹，也要有个限度。你出去问问，哪个成功男人身边没有几个女人围着？沈瑜，我养了你那么多年，我只是让你跟梦梦道个歉，你都不肯。沈瑜，既然你要这样，我们好聚好散吧。梦梦她怀孕了，我不能不负责。说话，看着短信，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说话有些困难，我现在就是一个孤魂野鬼，要是真能说话，能吓死你。1周前，我被林动的仇家找上门，他们把我4肢蜷缩在一起，捆绑起来，扔进了洗衣机。启动键开启，我只在里面搅动了半小时，就绝望地窒息而死。死后，我飘出了那个逼仄狭小的洗衣机，虽然变成了鬼，但看着自己泡得浮肿的样子，还是吓了一跳。而我的身体也随着时间越来越透明。死神告诉我，
我还能留在这个世界3天。我没忍住，凭着气味飘去了林动的身边。包厢里音乐躁动，我捂着耳朵飘在一边。这音乐不仅吵人，还能吵鬼。他看着林动怀里的少女，乖巧地喝着果汁。哥哥，我是不是要离开你了？林动被逗笑，刮了刮他的鼻子问：怎么这么说？因为他们都说你爱的是小鱼姐姐，她要是不开心，你就会和我分手。我不想跟你分开，哪怕是没有名分，我也要陪着你。林动温柔地抱她入怀，轻声安慰：不会的，我已经跟他提了分开。梦梦，你知道吗？我已经决定要对你和孩子负责了，我要做一个好父亲。我愣在那里，连耳朵都忘记了捂。我想起来，其实我和林动有过一个孩子的，那时候他刚崭露头角，做事青涩嚣张，很多人看不惯他。年轻的他被几个前辈刁难，我面不改色地替他喝了10几杯白酒。等人走了，我才攥紧他的手，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到了医院，我才知道自己怀了2个月的身孕，孩子没了。医生说我的身体很难再有孩子了。我哭得不行，拉着林动道歉：林哥，对不起，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我们的宝宝没有了，是我没有保护好他。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林动抱着我说：没事，反正我也不想要孩子，就我们2个人在一起，没人打扰，正好过2人世界。你就是我唯一的宝宝。后来可能怕我伤心，林动从来不会多看别的孩子一眼，就算是兄弟家的孩子，当着我的面他也不会伸手去抱。一个黑帮的老大在一群小弟面前抱着我说：小鱼儿才是我的宝宝。现在他却和别的女人要生宝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变了，变得多跟我说一句话都透露着不耐烦的表情。那时候我以为是我们在一起太久了，进入了倦怠期。后来他频繁地带女人参加各种场面，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起10年，我很清楚他是逢场作戏。可1周前，我发现了陈梦的存在。在此之前，哪怕林动跟我聊天的时候发可爱的表情包，我都没有怀疑过，只当他是在网上哪里偷的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说永远爱我的男人早已和别的女人天天分享生活了。我把他陪陈梦产检的图片放在他面前，问他：林哥，她怀的是你的孩子吗？林动神色微变，沉默了很久，最后吐出一个是，心里的疼痛如高山上的雪莲一样凛冽的开放。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办？林动不耐烦地说了句：不知道。不是别的，是不知道，说明他犹豫了。可他的孩子出生了，那我算什么呢？我泪流满面，却不知道怎么的触碰到了他的雷点。他踹了桌子一脚，厌烦地看着我：沈瑜，你摸着良心讲，这世界上有几个男人在外面没有女人？我又不会跟你离婚，你他妈的哭什么？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一样。几句话抹杀了从18岁就退学陪他从地下室到名利双收的沈瑜。28岁的我站在原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我以为会是我先找那个叫陈梦的女孩，却没想到她先挺着肚子找到了我。她哭着说了很多，我都没有回应。我知道林动不肯离婚的，不然他也不会找上我。但我还是低估了他在林动心里的地位。当他故意摔倒在地的时候，林动的巴掌已经狠狠地落在了我的脸上。他一直练习拳击，手劲很大，灼热的痛感瞬间席卷我。我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却发现他再也没有看我一眼，而是抱着怀里的女孩，心疼得红了眼眶。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浑身寒冷彻骨，甚至到他离开，我都疼得没办法张口说话。回到家的时候，我接到了林动打来的电话，他说：你真恶毒啊，连一个孕妇你都不放过，你必须给梦梦道歉。我蜷缩在沙发上，一滴一滴地流着眼泪。林动，你知不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我心痛的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站着一个人，他突然捂住了我的口鼻。林动还在说：怎么不愿意？那可由不得你，你不道歉我就不回家，看我们耗得过谁。我依旧没有说话。林动生气地挂断电话。
而我绝望地看着手机屏幕熄灭。我跪下，重重地磕着头，求凶手饶我一命，可换来的是更猛烈的拳脚。要怪就怪你老公那么狂，抢了我好几单生意，那我就弄死他的小娇妻。最后我被绑起来，封住嘴巴，扔进了洗衣机，窒息难忍。但求生欲望让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我用头使劲地撞着内壁，挣扎着往上顶着，却发现凶手死死地按住洗衣机的顶部。最后一丝希望熄灭，我五脏六腑疼得厉害，瞪大双眼，渐渐地没了呼吸。我气得难受，我死得那么惨，你们却在这卿卿我我。我在他们耳边吹气，但很遗憾，他们似乎没有感应到一样，开始接吻。我气呼呼地坐在一旁，注意到旁边的阿珍，她跟了林动很多年，知道他以前对我的感情，犹豫着开口：“林哥，1周了，嫂子没有任何消息，你不担心吗？”林动松开陈梦，仰头喝下一整杯酒：“有什么好担心的？”阿珍说：“林哥，你变了。”“是啊，以前我只要超过2个小时没回消息，林动就会发疯地找我，担心我出事了。因为他在外面树敌很多，他怕我被人家报复。”林动似乎不满，语气都变得不耐烦起来。我没变，变的是他。这些年我对他还不好吗？难道他真想让我一辈子没有孩子吗？阿珍见他生气，连忙赔不是：“林哥别生气，我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林动突然起身，莫名的心里烦躁起来。他去到阳台抽完了一根烟，外面下雪了。10年前，我和他曾经在雪夜里走了很久。我对他说：“林哥，我们也算是共白头了，你以后只能跟我在一起，不能爱别人了。”林动那时候笑得宠溺，举着手发誓：“我若变心，就死无葬身之地。时间可以忘却很多伤痛，也能忘记曾经的誓言。”他看着手机那边，我并没有回复，眉头紧锁：“跟我玩消失是不是？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到什么时候。你以为消失就能引起我的注意力？我知道你现在被我养成了软骨头，怎么可能离得开我？”我就站在他身边，从没有想过那个宠我入骨的男人有一天会这么对我说话。我看着他盯着手机屏幕一动不动，他在期待我回他消息吗？我以为他到现在已经不想再看到我什么消息了。也是，他还需要我跟他心爱的女人道歉。可是林动，我曾经也是你心爱的女人啊。半夜人流散去，林动竟然回家了。屋子里灯火通明，是凶手走的时候忘记关灯了。他以为我在家，熟络地输入密码走了进来。客厅安静一片，没有任何痕迹。林动来到紧锁的卧室面前，敲了敲门：“出来，我有话要说。”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他又敲了几下：“你看到我发的消息了吗？我要跟你分开。”我在旁边笑了，怎么感觉他说话有种威胁的意思？似乎这样，我就能乖乖出来祈求他不要离开我。但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的要离开我了。最早发现他陪陈梦去产检的那天，我跟了过去。我亲耳听见他对陈梦说：“我对他那张死气沉沉的脸已经不感兴趣了。他陪了我10年，我不能抛弃他。但我会给你买一栋大房子，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们3个人好好生活。”砰！一声巨响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林动生气地踹了门，但他没有再继续，而是来到客厅，躺在沙发上。我看了看阳台的洗衣机，我就躺在那里。甚至我报复的想，要是他看到我的尸体，会不会吓得魂飞魄散？不知躺了多久，我一个鬼都有些犯困，他都没有闭上眼睛。他突然说了一声：“小鱼儿，起饿了，起来给我煮海鲜粥。”我眼睛一酸，差点哭出来。以前我们俩没钱，过年窝在地下室的时候，我给他做了碗海鲜粥，他哭得不舍得喝。一抬手我就想起来，我是鬼，鬼是没有眼泪的。我又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缱绻地叫我小鱼儿。他说我是他鱼缸里的鱼，永远不能离开他，除了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没想到一语成谶，房间内空荡荡的，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林动坐起身，突然他看到阳台上的洗衣机闪烁着红色信号灯，他盯着洗衣机看了半晌。我激动地在旁边飘来飘去，要发现我了吗？快打开！很可惜，他没有走过去，而是又回到了卧室门口敲门。就算你不想理我，最起码起来收衣服吧。还是一阵沉默。林动刚要说话，电话就来了。陈梦在那头哭得厉害。林哥，你能不能来陪陪我？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带血的包裹。林动转身就走，我也连忙飘了过去。刚到他家，陈梦就扑进了林动的怀里。林动不停地揉着他的头发，温柔开口：“别怕，我来了，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和孩子的。”安抚完陈梦，他把视线转向包裹，仅一眼，他就僵在了原地。同样僵在原地的还有我，因为那个带血的包裹是我的衣物，怎么送到陈梦这里？难道是凶手送的？看到血，我又想起了那个凶手一拳打在了我的眼睛上，顿时我的眼里血红一片，还有我洗衣机里绝望的呜咽，却只能在一片血水里滚动到窒息。鬼也会害怕吗？我感觉自己浑身发抖。林动攥紧了衣物，一拳打在桌子上。沈瑜，我没想到你想现在变得这么狠毒，居然吓唬梦梦。我大笑，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我出事了，而是怀疑我吓唬他的小女朋友。原来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如果他还爱我，就一定知道我不会做这种事。我晕血呀！他拉着陈梦的手说：“我带你去找他，我会让他亲自给你下跪道歉。”陈梦咬着嘴唇，泪珠还挂在脸上，可怜巴巴。林哥，不用了吧，姐姐也是太爱你了，才会一时糊涂，都是女人，我能懂的。林动抬手心疼地擦掉她的眼泪。梦梦，你还是太善良了，要是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你放心，我一定要他付出代价。我冷着脸看着他们恩爱的一幕，只觉得刺眼。善良吗？真的善良就不会知三做三，挺着肚子找到我挑衅。一个女人如果连孩子都生不出来，那她也没有活着的价值了。我听说姐姐不能生育了，可我还能生。等我生出这个孩子，林哥还会要你吗？林动驱车冲进家里，一脚踹开了卧室门，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他站在客厅给阿珍打去电话，咬牙切齿地说：“掘地三尺，也要把沈瑜给我找出来。”我翻了个白眼，我就在家，你都找不到，真是没用，不知道怎么当上的黑帮老大。突然，一阵响声吸引了我和林动的注意力，在我们都没有注意的情况下，陈梦打开了洗衣机，震惊地看着林动。林动抬脚就要走过来，梦梦，怎么了？陈梦连忙合上洗衣机的盖子，快步拦住林动。林哥，我肚子好痛，你带我去医院好不好？我不解地看着他，刚刚他明明看到了我的尸体，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还要支开林动？我在四周大叫着：“不要走，不要走！”我在那里，其实我也不全是想要看他的反应，我只是不想再让自己缩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了。那里让我度过了最恐惧的几个小时。我害怕在消失之前，我想看到自己的肉体入土为安。可是林动没有任何怀疑，揽着陈梦就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他接到了阿珍的电话。阿珍吞吞吐吐地说：“林哥，小鱼姐没有出过门。”林动皱起眉：“什么叫没有出过门？他明明不在家，是不是你帮着沈瑜骗我？”阿珍连忙解释，监控里确实显示小鱼姐进了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林动大喊一声：“闭嘴！”看着四周的人，他走到楼道里，一脚踹在墙上。阿珍，我知道沈瑜对你好，你是不是跟他一起骗我？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恶毒到吓唬梦梦，想要她流产。小鱼姐她不是。阿珍没有继续说下去，只丢了一句：“您亲自来看看吧。”陈梦看他表情不悦，小心翼翼地挽住他：“林哥，你别生气了。”林动脸色缓和：“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让他跪在你面前。”我觉得好笑，阿珍都跟你说了我没有出过门，还不回家再找找吗？到了这种时候，竟然还是关心我没给陈梦道歉的事情吗？我只觉得10年的真心喂了狗，许是怕发现我，
陈梦拉着林动不让他走，撒娇装可怜用了一遍，看林动还是想要走，干脆直接脱了衣服，娇羞地蹭着林动。医生说坐慢一点也可以。他裸露的肌肤勾起了林动的欲火，下一秒他们缠在了一起。他们赶孕期做，我都不好意思看，真不好意思哈。不小心看到了你们的活春宫。第二天一早，林动这才急忙穿着衣服赶到阿珍那边，在电脑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监控。那天我被他甩了一巴掌后，整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家后，确实没有再出来过。他眉头紧锁。阿珍在旁边开口：“那天小鱼姐看起来好难过，连路都走不稳。”林动第一次没有凶阿珍，因为他也能看到监控里我流着泪。他打开我的朋友圈，朋友圈背景是10年前的我和他，照片像素不好。10年前我们俩穷，卖的手机都没有前置摄像头，我们2颗小脑袋凑在一起，用后置拍的。那时候我们2个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镜头，笑得充满生命力。我和他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没有父母，也经常被外面催债的人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满脸是血，我给了他10块钱，让他去医院。而我在被校园霸凌的时候，他挡在我前面，保护了我3年。谁也想不到不良少年和3好学生会成为好朋友。所有的人都说他坏，只有我知道他只是自卑。我见过他为了保护拾荒老人被一群小混混围殴，我见过他洗了1个月的盘子，只为了给奶奶在入冬前买一双手套。我见过他自己都舍不得吃饭，却舍得给我买好看的发箍。他太好了，我没办法忽视他的灵魂。上完高中他就退学了，而我考上了大学。我说：“林哥，没有你我都不想去上大学了。”他第一次凶了我：“你要上学，小鱼儿，你有光明的未来，你千万不能放弃。”我哭了很久，他无奈地答应我跟我一起去大城市。我白天读书，他送外卖，晚上我们一起在地下室吃泡面。他赚了钱给奶奶寄去一些，剩下的就给我买书。而我也努力学习，拿奖学金请他吃大餐。为了让生活更好一些，我课余时间还会去做兼职，只不过被他发现了，发了一通好大的脾气啊。那时候他舍不得我这双手去扛起压力，他说我就应该在家里享福，所以他更加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到了现在的位置。而我们的生活也从地下室换成了3层的大别墅，他也不敢把我暴露在外，他说自己仇家多，怕别人报复我。后来他越来越忙，但也会回家陪我吃晚饭，陪我睡觉。再后来他就不太回家了。陈梦也出现了。林动突然起身，他可能去奶奶那里了。是的，我父母早就离世了，我没有其他的家人，所以每一次林动惹我生气，我就会跑回家找奶奶告状。只是这次他猜错了，我无奈地跟在他车上，看着他面色凝重，焦灼地打着方向盘。我索性在他副驾驶跟他闲聊了起来。你在着急什么？着急给陈梦一个公道，还是担心我真的消失？林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陈梦的？林哥，你要是发现了，我把我带回家安葬了吧？我想靠我爸爸妈妈近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多话了。林动踩了刹车，静静地看着副驾驶。我紧张的一动不动，不会是能看见我吧？他也只是看看，又调转了车头。我松了口气，但随即又想，看到我该害怕的是他。我紧张什么？只是他突然掉头的行为，我有点诧异。他边回去边给奶奶打去电话。其实奶奶每天早上回去耕荒地，一般是接不到电话。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林动选择开车回家，而不是打电话的原因。奇怪的是，这次奶奶接了。奶奶，沈鱼回去了吗？没有啊。是小鱼出事了吗？是不是小鱼出事了？你不许欺负小鱼，他没有家人，只有你了。他陪你那么多年，你一定要对他好，听见吗？听到奶奶的话。我又想哭了。奶奶有老年痴呆，每次打电话都要叮嘱她对我好。这句话也说了很多年。以前林动会看着我笑着打去，
怎么感觉你比我更像奶奶亲生的孙子？”我一脸得意：“谁叫你忙不陪奶奶？我可是每天都会给奶奶打电话聊天的。”思绪回笼，林动表情滞了几秒，说：“我知道了。”看到林动又回来，阿珍惊慌地迎上去：“林哥，小鱼姐可能出事了。”林动身子一顿：“什么叫可能出事了？说清楚！”阿珍把监控调到我回家的半个小时前，林动对头的手下鬼鬼祟祟地潜入了家中。林动在看完视频后，身形猛地踉跄了一步。林哥，阿珍扶住了他，他几乎是连跑带摔地上的车，却抖得怎么也开不了火。我苦笑地看着他一脸的慌张。这一刻，你怕的是再也见不到我了，还是你的陈梦小姐再也听不到那句道歉了？我来吧。阿珍拿过钥匙，林动连忙坐到副驾驶。车子抵达门口，他一把拉开车门，朝着屋内奔去。他走到卧室，又从卧室找到了厨房、书房，最后他站在客厅，想到了昨天陈梦的表情，把视线定格到了洗衣机上。他屏住呼吸，伸手拉开了洗衣机顶上的盖子。洗衣机内壁，我被绑着双手双脚蜷成了一小团，整颗头被保鲜膜包裹着，安静地躺在一滩血水中。小鱼儿，林动张了张嘴，目眦欲裂。他甚至不敢伸手碰它，怕一碰到我被水泡的浮肿的皮肤就会化掉。林动有些不知所措，他缠着指尖，又害怕地缩了回去。随后跟进来的阿珍吓得跌坐在地，我也被自己的样子吓得飘在地上。但转念又想，我就是鬼，我怕什么？我吃力地往前凑了凑，又瘫在地上。我不是害怕，是我的死状也太丑了吧，像泡发了一样，整个人诡异得很。我只好不看自己，继续看着林动，看着他难过、愧疚、愤怒的表情。我疑惑，他不怕吗？还有他这副难过的样子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死了，他又爱了？不管是哪种原因，我都不想了。还有一天，我的魂魄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只想看自己入土为安。我真是低估了林动，他毕竟是混黑道的人，胆子大得很，他竟然把我捞了出来。这是捞的过程中，我的身子又掉了下去，他只捞出来2只手臂，我气得要死。他这样我投胎的话，不会缺胳膊少腿吧？活着打了我1巴掌，死了还要卸掉我2只胳膊，有病啊！能不能尊重死者呀？他很显然不懂得尊重，而是继续把我剩余的都捞出来铺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给我组装着身体。阿珍捂着嘴跑去厕所吐了，我也要吐了。组装完，他又在四处找我的手机，最后在洗衣机后面找到了。打开一开，全是他的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他一个一个点开，眼泪抑制不住的掉，哭着笑着。此刻的林动像个疯子。林哥，林动抬头对上阿珍担忧的眼神，笑着说：“我到现在居然还在庆幸，他没有看到我发的这些消息。是不是他没有看到我的口不择言，我的威胁？下辈子我诚心诚意的道歉，他就能原谅我？不能了。林动，我看见了，每一句话我都看见了，记得清清楚楚。”阿珍看着信息，深深地叹了口气：“林哥，我一直觉得你是真心爱小鱼姐的，我不懂，就因为陈梦的出现，你就变心了。”林动轻轻地靠在我的尸体旁边，轻柔地触碰我。我没有变心，我只是图新鲜，我没有真的想分开，我想吓唬吓唬他。谁叫他总是一副想要拿捏我的样子，我不想惯着他。阿珍忍无可忍，第一次对自己的大哥吼道：“你既然爱他，又为什么不能惯着他？你别忘了，当初你求着小鱼姐管你的，你却为了半路出现的女人打了她。”林动没有说话，突然他坐起身，翻开我的手机和陈梦的对话。其实他打完我后，陈梦给我发了条短信：“你真失败。我羞辱你，你只能默默受着；我陷害你，你也不能说什么，还被自己的丈夫打。我要是你，我就去死。”林动瞪大了双眼，想到了昨天陈梦曾经打开过洗衣机，他丢下一句：“守好你嫂子”，就跑了出去。我跟着飘出去之前，看见阿珍苦着脸，没忍住笑了。
真是太可怜这小子了，要和软烂成这样的尸体待在一起。他找到陈梦的时候，陈梦还没发现他阴沉的脸色，抱着他撒娇说：“孩子动了。”林动面无表情地把手机放在他面前，陈梦撒娇的脸一瞬间收紧，变得惨白。我都想来把瓜子在旁边看戏了。陈梦的眼泪说来就来，哭得我见犹怜。林哥，你相信我，我没有恶意，我只是太喜欢你了。你又不愿意离婚，我就只能想办法让他自己离开你了。林动笑了声，竟然没有反驳，而是温柔地说：“所以你是为了我陷害他，引我打他，挑衅他，摧毁他。”陈梦不敢说话，只是看着他一抽一抽的流眼泪，又适时的来回摸着肚子。啧，我真想问问林动，你现在还觉得他善良吗？很好。林动虽然笑着，但表情已经逐渐扭曲。他一把扯起陈梦，轻声说：“既然你承认了，那你就去给我老婆认错吧。”陈梦突然惊恐的大叫：“我不去，我不去，他死了，都臭了。”林动笑着问：“你怎么知道他死了？”陈梦说不出来，疯狂地摇着头：“林哥，我不知道，我不想去，求求你看在我们宝宝的份上放过我。”林动暴怒，一把将他摔在墙上，连我都吓了一跳。以前帮派里的小弟开玩笑摸了我一下，就被他剁掉了一根手指。只是我在想，他不是爱陈梦吗？为什么还会为了我发这么大的火？陈梦倒在地上呻吟着，他捂着肚子滚来滚去。我和陈梦都以为他会看在孩子的份上心软，没想到他一脚踢开了陈梦，蹲在他身侧说：“宝宝，我的宝宝只有小鱼儿，你肚子里的也配。”我咂舌，要是以前我听到这样的话，也许会开心，但我在洗衣机里挣扎了一周，我的恋爱脑也被水早就泡发掉了。陈梦最后还是被拖到了我的尸体面前，拖过来的时候，他的双腿内侧还不停流着血，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就晕了过去。林动把我的骨灰存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罐子里，小罐子上是2条亲嘴小鱼，我看着有点恶心，但想了想，我现在也不能选，有个地方躺着就不错了。只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我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他每晚都会对着骨灰说话，我想说，你不对着骨灰，我也能听到。我不知道自己的魂魄还能坚持多久。有一天，他兴奋地说一切准备妥当了，我知道他要去帮我报仇了。我也相信以他的能力可以帮我报得了仇，只不过在看到凶手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止不住的颤抖。他死后，林动看了他手机，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了当初我跪下求饶的视频，我满脸都是血，求他放过我，却在下一秒又被一拳打中眼睛，瞬间眼睛里流出鲜血。另一个视频是我在洗衣机里拼命的嘶吼求救，我情绪失控地撞着洗衣机，凶手在外面按照录像，笑得开心。林动把手机砸了出去，畜生！即使凶手已经死了，他还是一拳一拳打他泄愤，直到血肉模糊，他都没有住手，失控到陈梦来了都不知道。公司里除了阿珍，谁都不知道他和陈梦掰了，所以陈梦一问就问出来他在哪了，甚至还有人亲自带他来。我看到陈梦手里的刀，刚想大叫提醒他，想起来自己是鬼，便静静地看着接下来的一切。短刃入喉，3秒后血飞溅而出。林动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梦，看着他发疯似的狂笑，默不自禁了。那次惊吓后，陈梦就疯了。我飘过去，悲哀地看着林动挣扎，却看到他盯着我的方向，张着嘴，艰难地吐出：“小鱼儿，是你吗？”我没有回他，他又说：“我后悔了，我好想你。”我笑了，现在后悔了有是那么用呢？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就像我10年真心，以死结尾；就像他一步踏错，步步错，灵魂逐渐透明。我看到了奶奶，她把我的骨灰和林动的骨灰都带回了家，只是她没有把我和林动葬在一起，而是把我葬在了爸爸妈妈旁边。那天艳阳高照，她站在我的墓前说了句：“孽缘啊。”第2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小青，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医生说，月底之前再不做换心手术的话，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虽然手术成功率只有50%，但这是你唯一活下去的希望。赶紧出国吧，爸妈求你了，我们真的不想失去你呀。拿着手机的我默默看向一旁的纯白婚纱，还有桌上的红色请帖，眼角发涩，心里发酸。帖子上的日期正是今天，可原本要和我一起步入婚姻殿堂的许南辰，并没有陪在我身边。这是爱情长跑5年以来，他第3次推迟婚礼，每一次都是因为他的白月光柳若霜。我悠悠叹了口气，说道：“爸妈，我答应你们，下周3就出国。”我独自一人向宾客解释道歉，取消婚礼，累得心力憔悴。回家把自己窝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静静发呆。天完全黑透，许南辰才回来。他身上依旧穿着我精心挑选的那套礼服，但新郎的胸针不知所踪，衣服上也多了一些褶皱，还有泪痕。看到沙发上的我，他微微一愣：“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我知道这一次他大概率还是为了白月光，但心里还是抱有一丝侥幸，满脸苦涩地开口问道：“今天原本是我们的婚礼，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吗？”许南辰蹙起眉头：“顾雨清，我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解释过了吗？若霜家里遭贼了，一个人害怕，叫我过去陪陪她。她一个女孩子在海城无依无靠，作为哥哥，我不帮她，还有谁能帮她？”一刹那，心里响起了咔嚓声，似乎有一件早已千疮百孔、遍布裂痕的心爱瓷器，在这一刻彻底碎掉了。我淡淡的笑了笑：“好的，我知道了。”许南辰有些意外，之前的2次婚礼延期，我都有吵过、闹过，唯独这一次，平静的就像一滩死水。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不过由于心虚，目光闪烁，不敢与我对视。他扯掉自己的领带，敷衍地说道：“时间不早了，洗澡睡觉吧。”我也没有追究下去的打算，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突然，胸间传来阵阵绞痛，心脏如同被一只狰狞的大手死死攥住，肆意蹂躏，瞬间疼得脸色发白，浑身战栗，几乎喘不上气来。我知道自己的心脏病又犯了。看到我难受的样子，许南辰似乎早有预料，非但不关心，反而不耐烦地说道：“怎么又开始玩什么新把戏了？上次说胸口闷，上次直接在大街上晕倒，还有上次，顾雨清，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演戏的天赋？哼，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我额头上全是冷汗，脸色也愈发惨白。见我不像是装的，许南辰眼中终于闪过一丝紧张。他朝我走来，正想伸手探一探我的额头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后，立马停下脚步，第一时间按下接听键。“若霜，怎么了？”痛到不行的我，听到话筒里传来的女人声音，柔柔的、软软的，还带有丝丝甜意。“南辰哥哥，我一个人在警察局里做笔录，好害怕呀，你能不能过来陪陪人家？”许南辰看了我一眼，犹豫几秒后，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好，我马上到，谢谢南辰哥哥，那我等你哦。”许南辰挂断电话就要离开，我死死抓住他的手臂，像在抓救命稻草一样。“南辰，你别走，能不能先送我去医院？我心脏病犯了。”许南辰一愣：“你有心脏病？”我艰难地点点头：“遗传性心脏病，我爸妈说的。”“你爸妈？”许南辰冷笑道：“顾雨清，你当初不是说过自己是个孤儿吗？现在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蹦出爸妈来？为了演戏，你真是张口就来呀！”不管我如何苦苦哀求，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心痛到快要休克的我，努力保持最后一丝清醒，自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然后强拖着身子，慢慢挪到门边。在打开门锁之后，我两眼一黑，彻底晕死了过去。幸好救护车来得很及时，第一时间把我送到了医院。经过1天1夜的抢救，
我终于保住了性命。查房时，郑医生说我很幸运，如果再晚几分钟的话，那就真的回天无力了。顾小姐，这是你的诊断报告。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心脏病很严重，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恐怕时日无多了。我神色漠然，点了点头。临走前，郑医生递给我一张名片。顾小姐，这是我一位朋友的名片，他最擅长这类手术，只是身在国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着联系他。我接过名片，眼眶微微湿润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会关心我的死活，而我深爱了5年的那个男人却对我如此冷血，甚至不愿相信我真的病了，一直认为我只是在无理取闹而已。我拿起手机，从病发到现在，已经整整3天过去了，许南辰一次都没有联系过我。打开微信，柳若霜昨天发的一条朋友圈格外刺眼，带上你送的平安符，我心满意足，感谢有你，让我的人生旅途幸福满满，不再孤单。风景再美，不及你的1/1000。照片上，许南辰和他身穿冲锋衣依偎在一起，十指紧扣，身后是壮丽的山巅云海。柳若霜的胸口上挂着一道平安符，这道平安符是我在青城山老道观外跪了1天1夜，特意为许南辰求回来的。看到2人的亲密照片，我本以为自己会像之前那样酸楚、愤怒，可没想到，内心却是前所未有的平静。终于明白，原来自己真的已经放下了。出院后，我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墙上的大幅婚纱照已经蒙上了一阵灰，很薄，很轻，但终究是脏了。我没有将它擦拭一新的打算。晚上，我独自来到了大学城附近的小吃一条街，看到周围熟悉的景物，心中感慨万千。我和许南辰的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到这条街上约会。而且必买街口的王记手抓饼，就在上个月，我和许南辰还来过这里。逛到一半，他说要上厕所，于是独自离开了。正当我买手抓饼时，突发心脏病，头晕胸闷，软倒在地。在失去意识之前，我努力拿出手机，拨打许南辰的电话。当时2人相距其实不到100米，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拿出了手机，可看清号码后，又皱着眉头放了回去。他加快脚步，与人群中一名穿着吊带白裙的年轻女子有说有笑的会合。那个女人背影很像是她的白月光柳若霜。我想大喊许南辰的名字，可惜已经支撑不住，彻底昏迷了过去。最后还是手抓饼的摊主王大爷好心帮忙打了120，才救了我一命。今天不是周末，小吃街人不多，我远远就看到手抓饼摊前站着一对情侣，2人甜蜜依偎，正是许南辰和柳若霜。看到我之后，许南辰先是有些惊讶，做贼一般偷偷地将牵着柳若霜的手松开了，然后阴沉着脸问道：“顾雨清，你在跟踪我和若霜？”柳若霜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主动和我打招呼：“顾姐姐好，你好。”我看了她一眼，那道平安符依旧挂在她白皙的脖子上。如果知道平安符其实是我求来的，她不知心中会作何感想，还会不会带上。我收回目光，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了摊主王大爷，诚恳地说道：“王大爷，谢谢您上次的帮忙，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请您收下。”王大爷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许南辰和柳若霜，眼神很是复杂。这么多年来，他很清楚我和许南辰的关系，脸上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叹息，收下礼物，没有多言。我朝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来：“许南辰，我没有跟踪你，今天来只是为了感谢王大爷，仅此而已。”许南辰松了口气，又感到有些意外。按照我的性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逛街，竟然不吵不闹，连句质疑的话都没有。我该回家了，再见。走出100多米后，许南辰追了上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臂，
嘴里急急忙忙地解释道：“顾雨清，别误会，我和若霜没什么。她说晚上心情不好，我才陪她出来逛逛街，吃点东西的。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都把她当亲妹妹看待。这几天我之所以没回去住，是因为我妈病了，我留在家里照顾她。”她的语气很急促，不知道是心里发虚，还是刚才快跑那几步乱了气息。我目光平静地看着她，前面几句话，就算明知道是谎言，心里也泛不起半点波澜。但最后一句让我忍不住问道：“阿姨怎么样了？她身体还好吗？”一直以来，许妈妈都待我很好，甚至比亲生女儿还要亲。许南辰回答：“发了2天高烧，今天已经好多了，就是胃口不太行。”我说道：“那我明天去看看她吧。”许南辰点点头，刚要说点什么，远处传来了柳若霜的呼唤声：“南辰哥哥，我想吃这个，可以吗？”看到许南辰表情的变化后，我心中莫名一酸。5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向他撒娇，他当时心里只有我，眼中满满的全是喜欢和溺爱。而现在，这份独宠已经由别人专享。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第2次再见。我朝家的方向走去，他朝柳若霜走去，两人擦肩而过时，就像2个陌生人。回到家后，我给大学时的导师打电话告别。当他得知我要出国做手术，有可能再也回不来时，安慰道：“别担心，有许南辰陪着，你的手术一定能成功的。”我面露苦楚：“老师，后天是我一个人出国。”一个人？导师愣住了，久久没有言语。我和许南辰的恋情，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大学4年，许南辰追了我3年，确认关系后，他宠我、爱我，为我不顾一切。同学打趣他是舔狗，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自豪地说道：“我现在是舔狗，将来娶了顾雨清后，就升级为老婆奴了。反正这辈子我是逃不开他的魔爪了。”而且我也没打算逃开。热恋中的我听到这些话，心儿都快被化开了。庆幸上天保佑，让我遇到了这辈子最值得托付的男人，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他。大学毕业后，许南辰在家里的支持下创业，开了家传媒公司。就在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时，柳若霜回国了，而且第一时间来公司应聘女主播。我至今忘不了面试那天，许南辰抬头看到他时的表情变化：愕然、迟疑、确认、惊呼、喜出望外。许南辰大大方方地介绍，这是他的青梅，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我也没多想，微笑着与柳若霜握手相识。从那一天开始，柳若霜正式进入了我和许南辰的生活，并且他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微妙。也就在这个时候，亲生爸妈找到了我，他们说要带我出国治病，因为我外婆家有遗传性心脏病，如果不在26岁之前做手术的话，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我相信爸妈不会骗我，但我更放不下心爱的人，所以拒绝了。我想成为许南辰的妻子后，再安安心心的出国做手术，因为怕许南辰担心，我并没有把爸妈和心脏病的事告诉他。可万万没想到，连续举办3次婚礼，全部作废了，就因为许南辰放不下柳若霜，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抛下我和婚礼，头也不回的离开。现在的我终于放下了，也决定离开。第2天，我来到许家，开门见到我后，许妈妈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小青来了，快进来。”我走进客厅，没见到许南辰。许妈妈解释道：“南辰那臭小子一大早就出门，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我笑了笑，坐下聊了会天后，许妈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小青，你自己先坐会，阿姨出去拿个快递，很快就回来。”我乖巧地点点头。他离开后，我来到许南辰的房间。自从大学毕业后，许南辰就在市中心买了套房，和我开启同居生活，平时很少回来住。看着熟悉的场景，我心中感慨万千。坐在床沿，
拿起床头柜上的日历。这本日历是我1年前送给许南辰的生日礼物，更准确地说，是我的一份愿望单。4月6日，希望和最心爱的人去吃手抓饼，已完成。5月1日，希望和最心爱的人去海边看日出，已完成。6月3日，希望和最心爱的人去一次西藏，已完成。7月9日，希望和最心爱的人去看球赛，已完成。10月1日，希望和最心爱的人一起白头偕老，未完成。翻到这一页时，心中酸楚不已，泪水就像决了堤一样，止不住地往外流。去年的国庆节，我穿着白色婚纱，手捧鲜花，心中满是期待和忐忑。本以为自己终于能成为许南辰的妻子，可最后传来的却是他失踪的消息。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我几乎崩溃了，大吵大闹，打电话质问许南辰，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若霜生病住院了，我要照顾她3天，婚完几天再结吧，你替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就好了。第5章，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我原本打算拿给许南辰看，证明自己没有演戏，更没有无理取闹。现在想了想，似乎没这个必要了。扯下国庆节这页日历，将它和诊断报告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然后擦掉眼泪，开始像往常那样进厨房忙活起来。从小无父无母的我，练就了一身好厨艺，不仅抓住了许南辰的胃，更是让许妈妈赞不绝口，说我做的菜比饭店还要好吃。没过多久，许妈妈回来了，许南辰也回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柳若霜。我进进出出，忙前忙后。许南辰和柳若霜一直坐在沙发上聊天看电视，在他们眼里，我应该跟佣人的角色差不多。只有许妈妈劝我别太辛苦，休息一下，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微笑着说不用了，马上就好。很快，餐桌上摆满了各式菜肴，全是母子俩最爱吃的。吃饭时，许南辰不停地给柳若霜夹菜，而我只顾低头扒饭。最后，许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重重地咳嗽一声，许南辰这才不情不愿地夹起一块红烧鱼，像扔垃圾一样放进我的碗里。一旁传来柳若霜的声音：“南辰哥哥，人家也想吃鱼。”“好，我给你夹。”许南辰立马夹起一块最肥美的鱼肉，细心地挑去骨刺，才放到他碗中。“谢谢南辰哥哥。”柳若霜面对许南辰，眼神却不停往我脸上飘，我全当没看见。吃到一半，许妈妈问道：“儿子，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和小青举办婚礼？这次千万不能再延期了，妈还等着抱孙子呢。”柳若霜的肩膀微微颤抖起来，眼睛蒙上一层薄雾，嘴唇抿成了直线。许南辰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夹菜的筷子定在半空中，收回也不是，不收回也不是。许妈妈催促道：“说话呀，定在什么时候？这个那个。”就在许南辰支支嗯嗯时，我主动开口帮他解了围：“阿姨，我们早商量好了，新的婚期定在这周4，酒店和婚庆公司也已经联系好了，请帖明天就全部寄出去。”“那就好。”许妈妈释然了，然后对着儿子又是一番数落：“这次婚礼你要再搞砸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你小子。好好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洗碗的时候，许南辰悄悄溜进了厨房。他先是看了一眼客厅，然后伸手想要从后面抱住我，这是我们以前经常做的亲密动作。自从柳若霜出现后，他一次也没做过。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抱了个空的许南辰表情有些尴尬，他小声问道：“顾雨清，你真的已经安排好了？”我点点头：“是的，都安排好了。”“对不起，这些事本应该由我来做的，辛苦你了。”我嗯了一声，继续洗碗。一时之间，厨房里陷入了沉寂。相恋5年，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两人，竟有种无话可说的感觉。似乎被滴滴答答的流水声弄得烦躁，许南辰随便找个借口离开了厨房。很快，客厅里响起了3人的欢声笑语。柳若霜嘴很甜，
很会哄人开心。许妈妈笑得合不拢嘴。默默做完所有清洁后，我提出了告辞。许妈妈再三挽留不成，只能让许南辰送我下楼。我微笑着说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能回去。周三一大早，我收拾好行李，最后看了一眼空空荡荡的房子。这里曾留有我无数的美好回忆，难忘的点点滴滴。但今天要跟他说再见了，不，应该不是再见，而是永别。不管手术成不成功，我都不打算再回来了。正准备出门时，许南辰的电话打了进来，一接通，他就气急败坏地吼道：“顾雨清，你在搞什么鬼？请帖上的新娘名字为什么不是你，而是若霜？多大人了，连这种最低级的错误都会犯？要不是堂哥提醒我，我还不知道你搞出这么大个乌龙来。现在请帖全部发出去了，你让我怎么向亲戚朋友们解释？”我平静地回答：“许南辰，名字并没有弄错。”许南辰一愣：“你说什么？柳若霜和你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放不下她，她也离不开你。”我淡淡地说道：“既然彼此相爱，那就好好珍惜吧。”许南辰，祝你们幸福。听到最后一句话后，许南辰的语气里明显有了一丝慌乱。顾雨清，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跟你解释过800遍了，我和若霜清清白白，没有你想的那些龌龊关系，这些都不重要。我要走了，再见。你去哪？跟你没关系。顾雨清，你给我说清楚一点，到底去哪里？我没有继续和他纠缠，挂断了电话，然后拉黑所有的联系方式。飞机一落地，爸妈就把我送到了医院，开始安排手术事宜。见到主刀大夫后，我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是我的老同学宁轩。更巧合的是，之前郑医生给的那张名片也是他的，只不过用的是英文名而已。上高中的时候，我和宁轩做过同桌，他是校草兼篮球队长，我是班花，正是情愫初开的年纪。高考前1个月，他偷偷给我写过情书表白，虽然心里对他也有好感，但我不想耽误学业，最后婉拒了他。他很绅士地欣然接受。高中毕业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听班长说他出国留学去了，没想到几年不见，竟成了全世界心脏领域最有名的权威专家，还为我主刀。或许这就是妙不可言的缘分吧。初见面时，宁轩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早就看过了我的资料。这场手术本应由他的学生来做，是他主动提出主刀的。老同学，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宁轩的打趣让我有种熟悉的安全感，因为在很多年以前，他就不止一次保护过我，甚至面对校外流氓的调戏时，都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对于孤苦伶仃的我而言，他不仅仅是同桌，更是一座山，一座为我遮风挡雨的高山。做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宁轩聊了很久很久，高中时的各种趣事，还有他出国后的种种经历。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毕业后就留在了国外，一直没有结婚，更没有交过女朋友。虽然没有亲口说出来，但我大致是猜到了，他心里应该一直没有放下过我。在他问起我的情况时，我表情略微有些尴尬，但最终还是将之前那段失败的感情说了出来。听完宁轩沉默了好几分钟，我苦笑着问他，是不是觉得我很傻，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男人，浪费了整整5年青春？宁轩摇了摇头，不，你不傻，为了爱甘愿付出一切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低着头，细细品味他话里的意思。宁轩笑了笑，时间不早了，昨天还得动手术，早点睡，晚安。他轻轻为我盖上被子，动作很温柔。在出门时，我叫住了他，宁轩。宁轩立马转身，怎么了？我有些忐忑地问道。我手术的成功率真的只有50%吗？宁轩点了点头，是的。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从死神手里把你抢回来。声音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让我一下变得安心无比。这天晚上睡得格外的香，
第二天，手术持续了整整7个小时。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睁开眼，看到激动不已的爸妈时，我知道自己终于能活下去了。手术很成功，我身体恢复的也很快。每天不管多忙，宁轩都会来看望我，陪我聊天，还会带上他亲手熬的鸡汤，推着轮椅带我四处转悠。他的温柔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了被人关心、被人照顾的幸福。这天下午，我正坐在床上，安静地看着宁轩送我的书，门突然被敲响，我以为是宁轩来了，说道：“请进。”病房门推开，我愣住了。来人不是宁轩，而是许南辰。半个月不见，他胡子拉碴，满脸憔悴，在看到我之后，原本无神的双眼瞬间有了光彩。雨清，我终于找到你了。许南辰快步走到床边，还没等我说话，抬手先扇了自己3个大耳刮子。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病情，以为你是在演戏，都是我的错，都怪我。原来就在我离开之后的第2天，他无意中看到了垃圾桶里的日历，还有那份诊断报告，这才意识到之前完完全全是错怪了我。我没有演戏，更没有无病呻吟，而是真的时日无多了。他捶胸顿足，追悔莫及，想要第一时间找到我，向我道歉。然而这个时候，我已经来到了大洋彼岸。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他疯了一样满世界找我，最后在导师那里得知我出国做手术的消息，历尽千辛万苦，今天终于找到了我。许南辰的脸上满上歉意，但更多的是惶恐，就像孩子生怕失去自己最心爱的玩具一样。我看着他，心如止水，只是眼眶有些微微发涩。这个男人，我曾经深爱过。我不顾爸妈的苦苦哀求，一直拖着不肯出国做手术，就是为了能早日成为他的新娘。爱情和生命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情。可他为了白月光，却没有选择我。当初但凡肯把一点心思放在我的身上，我何至于心灰意冷，默默离开，独自一人出国。自责过后，许南辰握住了我的手，我想要抽回，可他很用力，死死抓住不放。雨清，你的心脏病怎么样了？手术成功了吗？我冷冷地说道。许先生，请自重，请放开我。许南辰愣住了，但手并没有松开。你再这样，我只能叫保安请你出去了。见我不像在开玩笑，许南辰嘴唇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收回了手。我平静地看着他。许南辰，我的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很好。医生说这2天就可以出院了，谢谢你的关心。我累了，请你离开。许南辰脸色变换了好几下，最后强挤出一丝笑容。好，那我明天再来看你。不必了，下次请别再来打扰我。我们已经结束，彼此都有各自的生活。许南辰一下变得激动起来。我什么时候同意分手了？雨清，你是我的未婚妻，我发过誓非你不娶，而你也说过此生非我不嫁的，难道你都忘了吗？我淡淡的说道。如果心都已经死了，忘没忘记还重要吗？许南辰，你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永恒的爱情，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人心都是会变的。许南辰久久无语，最后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离开了病房。他的背影很孤寂，也很落魄，换做以前的我，肯定要心疼坏了。可现在却掀不起半点波澜。晚上，宁轩又来看我，一束鲜花，一碗鸡汤，还有一份冒着热气的手抓饼。闻到熟悉香味的我，惊喜地坐起身来。我喜欢吃手抓饼，昨天只是随口提了一句，可没想到他却放在了心上。就在我满心欢喜时，房门被推开了，许南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的手里也拿着一份手抓饼，无论包装还是香味，都和宁轩手里那份一模一样。2个男人四目相对，都愣在了原地，呆滞数秒后，许南辰眼中露出了浓浓的敌意，还有警惕。雨清，他是谁？我大大方方地介绍道。宁轩，我的高中同学。宁轩微笑着伸出手。你就是许南辰吧？
幸会看到那份手抓饼后，许南辰猛然反应过来，他眼中溢出怒意，拍开了宁轩的手，然后用力推搡他：“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给我的未婚妻送手抓饼和鲜花？你到底想干什么？撬我墙角吗？”宁轩被推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我急忙上前扶住他：“许南辰，你在干什么？”许南辰红着眼：“敢勾引我未婚妻，我揍他都是轻的。”宁轩不甘示弱，也捋起袖子怒目而视。就在两个男人一触即发时，许南辰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一看，脸上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复杂，狠狠瞪了宁轩一眼后，边接电话边离开了病房。不用猜，我都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但我已经不再关心这种事情了。接下来的几天，许南辰再没有出现过，让我清静了不少。我顺利出院后，住进了爸妈的别墅，每天下班或者周末，宁轩都会来看我。我们的感情逐渐升温，爸妈也对他十分满意。就在我们确认关系，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阴魂不散的许南辰又出现了。他不知从哪打听到我的住址，守在别墅外，高喊我的名字，祈求我的原谅。一守就是几天几夜，甚至在围墙边上搭了帐篷。我没想到他会如此疯狂，如此执着。恰好这时父亲不在家，宁轩又到国外会诊去了，眼见劝说无果，我只能选择闭门不出。就在僵持的第3天，柳若霜也来了。他想带走许南辰，可许南辰铁了心要跟我复合，根本不愿意离开。最后两人吵了起来，急红眼的许南辰狠狠扇了柳若霜一巴掌。柳若霜捂着通红的脸，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许南辰。他没有哭，也没有闹，而是默默离开。1个多小时后，柳若霜回来了。他不知从哪找来一帮人，在别墅外拉起了大条横幅，上面的内容不堪入目，把我形容成人尽可夫、浪荡不羁的下贱女人，用各种肮脏手段勾引她的未婚夫。聚集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大家都对着别墅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许南辰气急败坏，想要扯烂横幅，却被柳若霜请来的彪形大汉拦住了。我忍无可忍，给爸妈打了个电话。10分钟不到，7、8辆警车疾驶而来，以调查非法移民为名，将两人带走了。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许南辰和柳若霜。听爸妈说，他们被移民局遣送回国，并且列入了永久黑名单。第2年春天，我和宁轩在东部大教堂举行婚礼。就在我穿上婚纱，满怀期望地等待那一刻时，接到了许妈妈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又沙又哑，好像老了10岁一样。先是祝我新婚快乐，然后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在我一番追问下，她才停止哭泣，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原来在被遣送回国后，许南辰知道和我复合无望，只能和柳若霜结婚。但两人婚后一直矛盾不断，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原本经营的好好的传媒公司，因为许南辰的无心打理，走起了下坡路，直至破产。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柳若霜出轨了。她没经受住礼物的诱惑，和榜一大哥开房，还被偷拍了视频。在看到网上视频的那刻，许南辰的天彻底塌了。他拎着菜刀找到柳若霜，质问为什么要给他戴绿帽子。柳若霜非但不忏悔，反而理直气壮地骂他，羞辱他。公司破产后，你欠了一屁股外债，每天只知道喝酒睡觉打游戏，不出去工作。要不是有我撑着，这个家早就完蛋了。一个靠女人活着的软蛋，凭什么指责我？还敢拿刀来威胁我？来呀，有本事你就砍呐，砍死我，大不了一了百了。许南辰恼羞成怒，最终手起刀落，把柳若霜的脑袋活活砍了下来，然后带着满身血水，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听完许妈妈的述说后，我心中百感交集，感慨不已。安慰几句后，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来国外和我们一起生活。许妈妈犹豫了好久，还是拒绝了，说等许南辰的死刑执行完后再做决定。挂断电话，
我抬起头，恰好与宁轩的眼神对视，他露出温柔的笑容，拉起我的手，我会心一笑，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现在才刚刚开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关注高甜，生活一定甜。